You're wearing the thimble. Of course. You idiot. I always wear it. I've always worn it. I've always loved you. 世上有许多电影都用过巴哈的音乐，但有一部片的电影配乐仿佛就像是为巴哈量身打造的，那就是《英伦情人》。在《英伦情人》，巴哈的音乐只出现过不到1分钟的片段，但是他的风格却深深影响了整部电影作曲家的创作动机。在《英伦情人》这部电影中，巴哈郭德堡变奏曲代表古典，而爵士老歌 Cheek to Cheek 则代表经典，让观众能够瞬间进入20到40年代的时空背景。那么，电影配乐家特别为电影做的音乐，又该如何写，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融入古典与经典呢？嗨，大家好，我是 Sherry，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一部我深深推荐的电影配乐与史上最伟大的钢琴作品——巴哈的《郭德堡变奏曲》，如何在电影中扮演穿针引线的灵魂角色。就算你不懂西方古典乐史，你也一定听过巴哈这个人。巴哈公认为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他还被封为古典乐的3B 三大巨匠，另外2B 为贝多芬和布拉姆斯。这3B 一直深深影响西方乐派，甚至到现代流行电影音乐都可触见巴哈精神。巴哈从不讳言，他这一生的所有乐曲都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为了表达对神的真挚情感。他经常在乐谱注解献给最伟大的上帝、耶稣的协助、以耶稣之名等文字，把创作才华全部归功于神。因为巴哈心系信仰，他的音乐产量与质量始终能表达出一致性的纯净高贵。也因为他对宗教的虔诚，巴哈这一生从未写过任何歌剧，因为华丽轻佻的歌剧乐风和圣乐的境界实在是差太远了。巴哈写的音乐都是献给上帝的，但他可曾想过，在几百年后，他也会多一个头衔——电影配乐家呢？《英伦情人》是部说尽理想、背叛、悔恨的电影。一部匈牙利贵族 Almasi 为了爱不惜背叛好友，出卖盟军，从英俊深情的伯爵到最后面目全非的英国病人。电影片名原文为 The English Patient， 正是对 Almasi 角色的一大讽刺。因为 Almasi 在剧中的身份常被误解，导致他经历许多无谓的痛苦牺牲，最后反而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死去。战乱中的护士 Hannah 则是衔接故事片段的关键角色，他借由照顾 Almasi 的过程来为自己疗伤，用爱心与耐心软化周遭需要帮助的人，包括后来短恋的上校 Kip 及前来复仇的英国人 Caravaggio， 替此凄凉的爱情悲剧带进了徐徐温暖的阳光。至于 Almasi 深爱的英国贵妇 Catherine， 是个学者、画家、考古探险家、飞行员。Catherine 为爱挣扎在丈夫和情人之间，成为 Almasi 牵绊一生的挚爱，最后却悲剧性的孤死山中。由于电影中的角色涵盖西欧、意大利、英国、非洲、埃及沙漠、东欧、匈牙利，音乐自然的也大幅提高国际观。在荣获奥斯卡9项大奖的《英伦情人》中，金奖配乐家 Gabriel Yared 的异国音乐色彩可是替观众做了趟国家地理之旅。英国导演 Anthony Minghella 声称，国界是英伦情人一再强调的题材，许多事情都不能像表面所呈现那样。这位集多重天赋为一身的导演，除了能导能写作，在跨入电影前，Minghella 他自己还是个职业音乐家呢。因此，电影的音乐元素，Minghella 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除了他的最佳拍档配乐家 Gabriel Yared， Minghella 还在心中内定了匈牙利民谣的女歌手 Marta
为整部电影做音乐开端。如果说意大利国宝作曲家 Morricone 以及 Nino Rota 代表的音乐是属于悲伤的史诗，一种个人内心深处已经失落的纯真部分的话，那么英伦情人作曲家 Yared 的音乐则是代表了情欲。配乐家 Yared 本身即是个充满异国色彩的人，流着黎巴嫩血裔的他深受法国乐派以及现代音乐的影响，因此 Yared 可说是西方浪漫中兼具浓厚中非气息的音乐家。Yared 是一个天才型的音乐家，他未曾受过任何正统的训练，凭借着对音乐的热忱，他学会了作曲、指挥以及编曲的工作。为了糊口，他也曾编写过一些芭蕾音乐、广告配乐以及电视、电台的情境音乐。他在90到千禧年的欧洲影坛非常活跃。在1997年，他还因为《英伦情人》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在《英伦情人》里， Yared 融合了巴哈的《郭德堡变奏曲》、匈牙利的民谣以及北非的音乐，创造出优雅哀伤的异国情调以及大时代的儿女情长。这可以说是他目前为止成就最高的作品。我们就来听听在《英伦情人》的配乐中， Yared 是如何用4种方式来融合巴哈与东欧和北非的音乐风格。第一种方式是在影片一开始，飞机横跨沙漠的那一景， Marta 以她吉普赛女人的幽怨浓腔，悠悠地唱出一段匈牙利民谣，随之管弦乐团将电影主题曲一气带出。这是十分成功的开场法。从音乐角度，观众能聚集精神听这最为简单但深富情感的清唱，也因为专注的听，当电影主题曲出现时更能感动人心。通常在一部电影中会出现的几首经典音乐，都是为了能刻画时代而放进电影中。在《英伦情人》里，当然也不乏这些耳熟能详的名曲。这些音乐不仅衬托2次大战的背景，同时也有角色的关联作用。例如，男主角 Almasi 喜欢哼这些歌来打发时间。在电影中，派对的爵士乐正在演奏 Cheek to Cheek， 而这首 Cheek to Cheek 在电影配乐属于非原创音乐，因为它早在这部电影之前就存在了。而当我们听众听这首音乐时，我们就知道这部电影很有可能是发生在20到40年代，不然就是主角正在回忆过去的某一个怀旧场景。从配乐家的角度而言，电影音乐可以分为2大类：原创音乐 （Original Music） 与非原创音乐 （Non-Original Music）。原创音乐就是配乐家特别为这部电影所写的，而非原创音乐则是电影采用已经存在的音乐。然而，为什么电影中要有非原创音乐呢？全部都丢给配乐家写，不是更好吗？我最简单的答案是，要用2小时的电影讲完一生，非原创音乐是最省钱又快速的方法。某些伪传记型电影，例如《阿甘正传》、班哲明的异想旅程，这种横跨主角一生的长版电影，用非原创的音乐可以马上 GPS 定位电影剧情的不同时空背景，既能提升观影的娱乐性，更能清楚交代主角面临的时空背景，真是3赢啊！而关于原创音乐与非原创音乐，我会在未来做更详细的说明哦。现在我们言归正传，接下来介绍第3种英伦情人融合巴哈的配乐手法。巴哈的《郭德堡变奏曲》是电影中最为重要的音乐元素。会选择这首音乐，除了故事是从意大利古老的巴洛克修道院说起，也是因为这是导演明盖拉个人最喜爱的音乐作品。
为了重现巴哈，明盖拉甚至在电影中安排一场戏给哈娜，要她在修道院中弹奏。世上极少人能真正弹好的郭德堡变奏曲，是公认史上最伟大的钢琴作品。若说巴哈的12条平均律是描述了创世纪与人的戒律，那么郭德堡变奏曲便是完全超脱理性与感性的宇宙美了。郭德堡变奏曲有32首变奏曲，是巴哈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的巨作。其实它的来由蛮好玩的。话说某天俄罗斯大使凯撒林伯爵在莱比锡听了巴哈演奏，就想请巴哈写几首曲子来治疗自己的失眠，并想请自己的宫廷乐师郭德堡先生来个睡前演奏。而几次后，伯爵觉得还不赖，因此巴哈就完成了这首作品。最后，伯爵的失眠被治好了，巴哈受到金杯奖赏，而这套催眠曲成了史上最深奥、最哲学也最唯美的钢琴作品。为了重现巴哈郭德堡的精神，配乐家雅瑞创造了一首 Convento di Santa Ana 来代表哈娜护士的角色，而这条旋律仿佛就是为巴哈打造的，由巴哈郭德堡变奏曲延伸而来的。因为在钢琴上，这首曲子特意使用了一些仿似巴洛克对位法 counterpoint 以及斜行旋律 oblique contour 的音乐语法。这个旋律在电影担任十分重要的调和角色，因为它替悲剧添加不少温暖与喜悦。而由于快乐的因素在英伦情人并不常见，因此观众更会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单纯和平。最后一种融合巴哈的方式，也是我个人最钦佩并罕见的重叠法，就是在电影结束时，雅瑞将3大主旋律并放在尾曲。除了电影主题曲的感人肺腑管弦乐，带人重游沙漠，俯视过往，而更难得的是 Marta 那悠悠的匈牙利歌喉再度飘来，但此次堆在如巴哈般透彻的哈娜旋律 Convento di Santa Ana却令人感到莫名的激动。这一次 Marta 的歌声不再悲哀，反而有种释放的感觉。电影结束，主角受到别人的原谅以及自我良心谴责后，他终于能够平和地死去。配乐家雅瑞的这种重叠手法已经是配乐的最高境界。由于他正确的音乐选择，以致3大主题音乐能够如此天衣无缝瓦解剧中一切的仇恨纠纷，并抵达真善美的结局。听过这么多电影配乐，我始终认为《英伦情人》是我听过并最推荐观众珍藏的5大原声带之一。除了配乐家雅瑞本身对音乐的敏锐，他更能将巴哈的精神延伸，却不至于被批评为抄袭，在既有音乐中产生原创，能向巴哈致敬，却又完全保有自己的风格。他赢得奥斯卡金像奖真的是实至名归。而巴哈的郭德堡变奏曲以无限与极简的概念，将一个唯心的动机发展成一个浩瀚广大的宇宙。巴哈将结构、形式与语法登峰造极，奠定不容侵犯的西方理论基础。我更认为巴哈的音乐是人的最高表现。在富逻辑的音乐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巴哈那一颗真挚朴实的心。也因此，于人于神，我肯定巴哈是世上最接近神的西方作曲家，而他留下的郭德堡变奏曲便是最佳见证。